我们现在到沧州火车站了，小生一会儿要去坐火车了，他要去秦皇岛，因为他的房车在秦皇岛停的呢，所以他去取车，然后回来我们再汇合一起玩啊。这短暂的相见又分别了，过2天又要汇合了哈。然后我呢去沧州找个 4S 店，把我那个前杠换了，好几天了，不能一直拖的嘛，是吧？正好换一下也得4、5天时间，因为他要从厂家预定过来还要喷漆，所以我把车放到 4S 店，然后我去天津去玩去了。我们再见的话就是在天津了啊，在天津，拜拜。从这儿到天津的话，正好100公里，42块钱高速费。好，出发吧。开车1个半小时，现在到天津的别克 4S 店了。这地方是个汽车园呀，好几家这个 4S 店的。车就放在 4S 店这里了，可能要放好几天呢。这几天我都没有车开了，正好在天津玩一下。哎呀，1个礼拜左右吧。事儿倒是不大，主要是耽误时间，耽误功夫呢。这个人撞了我的车，我真是气死了！到现在，为了一个保险杠1、2千块钱，耽误我好几天时间。时间就是金钱呀！我现在骑个共享单车去地铁站啊，在天津呢，其实也不用开车，出门坐地铁就行了。这里离地铁站还有好几公里呢。坐地铁去啊，去市中心转一转。红旗南路自动机上面买个票。哎呀，天津的地铁线也这么多条呢啊！你看这个线路，市中心在哪里呢？天津站那里啊。我现在坐3号线过去。3号线我坐到这个金湾广场吧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意大利风情街，3块钱，扫码支付。车来了，先下后上，人不是很多啊，3点多现在。我刚才还顺便理了个头发呢，是不是理的太短了？这边看到有双层的敞篷巴士呢，我打算坐这个啊去转一下。这个30块钱1个人，它分白天和晚上呢，白天是30，晚上就变成50了。坐这个车也是不便宜呢啊，排队的人还挺多。这个车得坐2层的啊，1层没有人坐。找一个我坐最后吧，最后这个位置比较好。哎呀，这个观景的效果啊，看这视野。开车了，敞篷公交车，幸好现在太阳不怎么晒了，你要白天来的话晒死了。如果是第一次来天津旅游的话，坐这个大巴车观光还是挺好的，因为这个车的路线是围绕着一些天津的著名景点在走，我们可以边走边看，对天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啊。而且车上是有一个讲解员的，每次路过这些景点，他都会简单的介绍一下，这样让我们可以快速的对天津有一个基本认识啊。出行前方红色金饼级的建筑叫做孔楼，这是意大利新街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过去这条道叫做自由道，在自由道的两侧就位着许多的酒吧，因此也称它为酒吧一条街。出行右前方奇珍新泰这座小楼，原是英华船班的老板胡铁万的旧居。德云社，天津德云社。这是海河，天津的母亲河。这条河的两岸都是各种有名的建筑啊，两岸的风景也是很优美。看这里围了很多人，他们在看跳水呢。喜欢游泳的人会站在桥上往海河里跳，
看吸引了这么多人来看呢。前面这个像彩虹一样的拱形桥，它叫金刚桥，最早的时候是袁世凯修建的啊，后来不堪重负就重修了，现在是把它修成上下双层的了，全长600米，宽度是15米。海河上面有非常多的桥，每一个都特别漂亮。有一艘船过去了，这海河上还可以坐游船游览呢，改天我也坐一下吧。大家看，走在这桥上面是观看海河两岸风景的最佳位置啊。两岸的高楼非常整齐，给人一种很现代化的感觉啊。而且岸边呢还有很多这种法式风情、意式风情的小洋楼，感觉又古典又浪漫又现代化呀，糅合了很多建筑风格啊。整个罗敦轮直径110米，最高点距地面120米，相当于大家看前面有一座桥，这个桥有个特点，就是有很多的狮子，栏杆上、桥墩子上、过道上全都是狮子，没有人能数得清这座桥上到底有多少个狮子啊！看左边这条路堵车了啊，哇，塞了这么多车。在天津这种大城市里面，还是坐地铁比较方便，开车的话又不好停车，又堵车，太耽误事儿了。怪不得这里堵车，原来对面就是古文化街，这是一个步行街，也是一个景点，很多天津的小吃、特色美食，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。前面这个楼里面也是卖各种小吃的，但本地人都不去啊，都是外地人去的多。看右前方有一个挺有个性的楼，它有4条腿朝向天空，就像一把椅子倒过来一样，挺个性啊。它现在是一个酒店。看前边有一个摩天大楼，那个据说是天津的第1高楼，也是在海河边的。镜头拉近一点，我们看看细节。它这个楼其实是多边形的，你看它这个边上是锯齿状的啊，就像书本在翻页一样，非常形象啊。最大的钟是天津站的标志性建筑世纪钟。2000年的时候，为了迎接新世纪的到来，北京新历史新闻，天津这里世纪钟在上方立着太阳，下方画几个月亮。青丝与白发，徒留下那段牵挂。情深或怨天，往往都在一刹那。在与不爱间徘徊流连与挣扎。那时的我和你，常常相约在樱花下。是谁醉酒策马，我死后望断天涯。是谁妙趣生花，我是只谈笑风华。是谁高歌天下，我目送海角余霞。是谁拨乱丝发，我愁思莫与不答。是谁醉酒策马，我死后望断天涯。是谁妙趣生花，我是只谈笑风华。是谁高歌天下，我目送海角余霞。是谁拨乱丝发，我愁思莫与不答。转了一圈40分钟左右啊，看现在下面排队的人更多了，晚上排队的更多啊，因为夜景更好看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到天津了啊，今天去看航母呢。看我后面停的一个巨大的船，这个就是航空母舰啊，超大。我曾经去看过潜艇，看过导弹驱逐舰，还没有看过航母呢。哇，难得的机会啊！这个航母是从俄罗斯拖回来的，
为了把它拖回来呀，走过大西洋，绕过好望角，穿过马六甲海峡，走了102天才把它拖到天津来的。走吧，小森，上去看一看，好呀，开开眼界。好的，这里门票是220块钱啊，我和小森上去看，走。走。现在就要登上航母了，入口在这个地方。哇，走到它跟前才能看出这个航母非常的壮观呀。它的全长273米，它的高度61米。从这个甲板开始算啊，这上面有8层，甲板下面还有9层呢。哇，真是一个海上移动的巨无霸呢。现在咱们就上去看一看啊，太激动了。今天的游客特别多呀，大家往那个后面看，看那边还有表演呢，都坐在那里观看。看完了一会儿就全要来航母这里参观啊，全是人。从这里就进入航母啦，哇，好好看一看啊，这里面确实是非常的大，会走的迷路呢。看啊，这里有个示意图。现在我们可以参观的就是4层，就是5甲、3甲、2甲，还有上面的甲板，还有这个舰岛。我们一上来就在5甲的地方呢，一层一层的看啊。这个机舱里面是放的战斗机的啊，看这里呢放了好几架。这个是美国的隐形战斗机。它之所以长得这么奇怪，是因为它是隐形的啊，可以吸收反射雷达波的。美国那个 F-117A 战斗机，这都是模型，不是真的。然后这个也是美国的那个眼镜蛇武装直升机。哇，看前面这个涂装就像鲨鱼的嘴一样。下面挂弹的呢，挂的这么多导弹，空对空导弹。哇，螺旋桨都这么大呢。这是1:1的模型啊。然后这边就是咱们中国的歼10了，歼10是我们的以前主力战机啊，第3代的战机。下面也是挂弹的呢，虽然是模型啊，但它是1:1，这个大小都一样的。现场看还是很震撼的。最关键是把这些飞机全都装在这船上了，你说这船得有多大？哇！而且这个战斗的时候啊，还要把它运送到甲板上去。它是有电梯的，可以把它升上去。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运到这个机库里面来。小森，快看，这里有一个鱼雷呀、这个鱼雷也是超级长的。你看这里后面还带这个螺旋桨的，然后再看这边才壮观呢。哇，这一排的导弹排列在这里啊，这个是玄武岩重型导弹，也是船上威力最大的这个导弹。它的射程550公里，速度2马赫。这个船是1975年建好的啊，然后1994年退役的，2000年的时候运到我们中国的啊，现在是开放成旅游景区了。你看这个鱼雷这下面有一个旋转的这个啊，这个就是给鱼雷掉头的。平时比如说它是这样子放的，想让它这样竖着放。下面这有个支架把它拖住，然后就旋转，跟那个火车头掉头是一样的啊。这里挂了好几个导弹啊，这也是玄武岩导弹。刚才在上面看的那个可能是发射架那个桶，这导弹可能平时放在那桶里面，发射的时候就拿出来了。我猜的啊。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升降的啊，你看导弹放在这里，这是个电梯。就可以把它运送到那个上面去，应该是干这个用的。哇，这个导弹真的是非常巨大呀！不过这也都是模型，人家卖给我们的时候，把这些导弹全都拆掉了，光卖给我们一个空壳，知道吗？这里面全都被拆得空空的了，因为很多军事秘密嘛，不想让我们知道。不能泄露。现在去看看作战指挥中心。这里面是整个航母的神经中枢啊！哇，舰长就在这里面呢，指挥呢。你看这么多仪表啊，小森能不能看懂这些仪表干啥的呢？请叫我李船长。船长，有敌机来犯怎么办？打他，攻击。
你看舰长应该是这个嘛，坐着的这个。不是在前面，船长在那里。哦，怎么这么多这个机器呢？这里有那个雷达。哦，船长在这里下命令呢。你看，船长平时就在这里发号施令啊。然后其他的工作人员盯着这些屏幕仪器，监测各项数据啊。妈呀，这些机器咱们都不知道干啥呢。拍下我。呀，你还挺休闲呀，坐在这里。大海呀，我是管理船长的。你是船长背后的女人。我是管理你们的。这个应该是雷达机器，正在这扫描呢。有对空的、对海的。啊，你看这个上面的按钮还在闪呢。来，发射一个导弹。好的，好的，船长。发射 ，fire in the hole。看到了吗？现在到了对空的导弹库了啊！我们看看这个导弹是放在什么地方的。哎呀，它是这样，你看是这样竖着放的这个导弹。对空的嘛，要往空中发射呢。它是提前就这样竖的放好了，需要发射的时候，那上面的盖子一打开，嗖一下就出去了啊！嗖一下。主要是对那些对敌人的飞机的。看这一排能放好几个导弹呢，这是放的那个架子。用完了以后，它就自动填充了啊。这个是弹药室检测记录室啊，这船上很多的导弹之类的，要监视他们的这些状态。万一在这船里面发生爆炸就不行了，通过这些仪器来检测的。现在到机组舱里面看一看，这个地方就是给航母提供动力的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么大的航母，它是烧锅炉的啊。前后呢，一共有8个锅炉，4台蒸汽轮机，总功率20万马力啊，相当于2000辆轿车的总功率。大家快看，对面这就是锅炉啊！啊，这个给整个船提供动力的锅炉，这里一共有4个锅炉，编号的呢。很难想象吧？这么大的船烧锅炉的。那现在呢，人家都是靠核动力什么的啊，烧锅炉它就要烧油嘛，这是烧的重油，一烧的话就会烟囱里冒烟，人家很远的地方就发现它了。这里有2个锅炉，然后这个房间里还有2个锅炉，就长这个样子的啊，非常多的管道。动力系统。这个房间就是控制那个锅炉的总控制室啊，这么多仪表就控制那4台锅炉。什么时候需要加压，什么时候要添燃料，就在这里控制的。这么多仪表啊什么的啊。来，小申照一下这个仪表，全都是俄罗斯的字啊！你看这些字母全都是俄罗斯的。看不懂啊？看不懂啊！这么多这个仪表盘呢，烧锅炉也是需要技术的啊。技术工种。把那个机轮烧不好还爆炸了的。有可能。这个是船上官兵的生活区，这船上一共有1400多个官兵呢，他们平时的衣食住行是什么样的啊？这个是厨房啊，做饭的地方，这是案台，在这里切菜呀、和面呀，然后旁边都是大锅，煮各种肉啊、菜呀、面啊，要给1400多个人做饭呢啊。这工程量也是不小呢。前面是他们生活区，就是住宿的地方。看看他们睡觉睡在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这是上下铺啊，这不跟我们大学宿舍是一样的吗？上下铺。呀，这里面还可以睡人。这2排呢，反正是比较短啊。这身高太高的人，他肯定是睡不开的。然后这边是洗漱室，洗脸啊、刷牙，然后后面是卫生间。船上还可以蒸桑拿呢，桑拿间。哎呀，在这里下班以后蒸个桑拿还是挺不错的啊。小申，我们这半天啊都在航母的肚子里面转呢，还没有上甲板呢。走到甲板看看去。穿过这里就到甲板了，哇，这上面才宽阔呢啊！像不像泰坦尼克号这里？对对，这可比泰坦尼克号大多了。
这样吧，我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下个视频带大家到这个甲板和中间的舰岛上转一转啊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天津，今天参观这个航母呢啊，天津这里有个航母公园，这个航母以前是俄罗斯的那个基辅号，后来被我们买了就运回来了啊，现在在这个甲板上呢，哎，往这边看。哇，那个是航母的舰岛啊！上个视频带大家去这个航母肚子里面看了啊，这个视频呢，在这个甲板和这个舰岛转一转。然后你，哎，小生，你看这个甲板上，你看这么多这个钉子，据说这个钉子特别的贵啊，这一个钉子就可以换一个小汽车呢。太贵了吧这个？对，你看这甲板上它不是平的，它有非常多的这种钉子。啊，可以起降飞机的。啊，怪不得。这个舰岛也是可以上去看的啊，它一共有8层呢。这个甲板下面是9层，这上面是8层，一共是17层，高度啊61米呢。这个船上一共有官兵1400人啊，甲板呀特别的大。我呀是这样吧，先去船头，从船头走到船尾啊，看看这个船上有些什么东西。你看这里就是那个防空导弹。这上面全是导弹呀，这就是航母的船头位置了啊。从这个船头呢，看一下整个航母，哇，这个宽度啊56米，长度是273米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航母的船头放了很多的武器啊，这种导弹。但是我印象中，这个航母的前面不是飞行甲板吗？起降飞机的那种啊，它这放了这么多的武器。这飞机怎么起飞呀？我不知道这是我们买回来以后改装的呢，还是说人家以前就这么设计的呢？你看我们改装的那个辽宁舰，它前面就全都是跑道，没有这些阻挡的东西啊，不然飞机无法起飞，这航母就没有战斗力了。它这个航母是70年设计的，75年建好的，那时候设计理念估计不太先进吧。然后大家看，这里有很多炮管。这个是发射反潜的那个导弹的，发现敌人的潜艇就从这里发射出去导弹啊。然后这2个呢，也是反潜的那个导弹啊，它也可以打击敌人的水面上的舰艇，也可以打击水里面的潜艇，是多功能的。然后后面呢是一个主炮，还有2个炮管的啊，每分钟能发射100个子弹呢。它因为射速快，就可以对付空中的飞机，也可以打击岸上的目标啊，所以也是多功能的。然后我们看这里有那个机器盖啥的，这就是补充这些弹药的啊。这些飞弹发射完了，从这里就升上来，然后继续补充，继续发射。这下面呢还铺了很多的轨道，这是运送这些弹药的。这里有2个对舰导弹啊，这个是这个威力巨大的嘛，刚才在机库里已经看见了。哦，这里有2个打开的，我们过去看一看。这外面的壳啊是发射架，里面的才是真正的导弹。哇，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真的是好大一个啊！这都是模型，可以摸一摸。这个是反舰导弹啊，这个导弹的比较大。刚才在机库里面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个导弹，然后那里有2个对空导弹，那个是中程导弹啊，它的射程35公里，速度1.7马赫，主要是打击空中的飞机的。现在走到船尾了，一路上过来的时候啊，看到有好多这个圆形的停机坪。看到这个以后，我好像明白了，它前面为什么没有设计那个跑道了，因为这个飞机啊。它全都是直升飞机作为舰载机的，它不需要跑道啊。但是直升飞机的作战能力、作战半径，它就比较弱嘛，它肯定没有那种滑跃起飞的飞机作战能力强。因为这个航母建造年代实在是太早了，1970年那时候设计的嘛，到现在呢肯定是这种落后了。现在好像世界上只有美国 F-35那个是垂直起降的飞机，我们国家还没有垂直起降的啊。然后美国那个航母呢都是弹射起飞的，
我们国家都是滑跃起飞啊。滑跃起飞有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它，不能带更多的燃料和更多的武器，因为弹射嘛，依靠第三方的力量，你就可以带更多的油和更多的导弹出去，作战能力就强。现在我们到舰岛上看一看，现在就上舰岛参观了啊！哇，舰岛一共有8层呢，这上面有非常多的天线，各种雷达。从这边是入口，这边是出口，单行线啊，它都给规划好这个游览线路了。前面是舰岛了，终于到达这个舰岛的位置了。这里面也是全是各种仪器啊，跟刚才的指挥室差不多，也全都是这些仪器，各种雷达。航行的这些监测仪啊，这里的视野比较好啊，你看站在这窗户跟前，甲板上的情况看得非常清楚。这里是航空指挥室，这应该是指挥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地方吧，因为这里的视野是最好的，而且它就靠近甲板这一侧。从这里出去吧。哇！还可以往前走呢，小森，哈哈哈哈！哦，这里视野真好啊！你看咱们改装的辽宁舰，这个前面它就是一个跑道嘛，飞机从这里就起飞了，但是它这个前面放满了各种的武器啊。然后我们的那个航母呢，这个后面是降落区嘛，它这也是一个降落区，但是上面有好多这个圆圈的直升飞机降落的点。现在去看船头的驾驶室了啊！哇，参观驾驶室也是有很多的机器的。哇，小森你怎么都坐这儿了？这是舰长的位置呢。舰长那个每次航行起航的时候，他就在这里发号施令，说起航，然后就鸣笛，船就开始就往前进了啊。哇，这里的视野也是最好的，你看，直接就可以看到前面的甲板。大海老师，你也感受一下船长的位置，舰长的位置。我也感受一下发号施令的这种感觉。好，给我全速航行。是老大。真的，在这个地方的都是船上的领导啊，估计。你感受一下老大的鸣笛起航，全速前进。前进。我不是故意的。飞机在航母上降落跟在平地上降落是不一样的。在平地上呢，我们慢慢的减速，在跑道上滑行就停住了。但是在航母上呢，反而要加速，因为在降落的时候，那个飞机尾部会放一个钩子出来，这个航母上有阻拦索，要用钩子勾住那个阻拦索，飞机才会停下来。如果勾不住的话，这个跑道太短，飞机就容易掉到海里面去。它之所以要加速，就是说万一勾不住的时候，它可以重新起飞，然后再重新降落啊。如果速度慢的话，它就飞不起来了，就掉海里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加速的原因。降落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飞机从那么快的速度被这个阻拦索勾住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就降为0了。哇，你知道这一瞬间对那个飞行员的要求有多高吗？就是突然之间那些所有的血都冲到脑门上，如果是身体素质不好的人，直接就休克了啊。所以这个航母的飞行员要求很高的。航母就参观到这里了啊，但是它这个园区里面呢，还有导弹驱逐舰停在那里，也可以参观的。你看那天上呢，还有一个三角翼，也可以坐上去，在空中游览啊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天津，今天和小申啊去天津这个极地海洋公园玩一下。这里面有海豚呀、海狮呀、海豹呀，这些很多的海洋动物啊，都是难得一见的。走吧，进去看一看。这里就是售票处，看一下门票多少钱啊？全价票290，儿童票199，儿童指的是1米到1.4米的啊。老人票150，大学生票199。
我跟大家说，提前1天在网上买有优惠的啊，现场买就是290。它这是室内的海洋馆啊，超大的一个馆。从天空中看，这也像一个海豚。从这里是入口。哇哦，3个海豚跃出水面啊！又来一个。进来以后，我们先来看海豚表演了啊！哇，这个场馆非常大，但是全都坐满了人了。你看这座位上，啊，没有空隙啊。然后我和小生呢，只能站在这个栏杆这里看了啊。栏杆边上都站满了人了，一会儿连栏杆都站满了。啊，这人也太多了吧！还好，这是我最期待的这个海豚表演啊！哦，哇，又跳一次！每次海豚一跳的时候，现场观众都哇这个声音。海豚和饲养员互动呢，这是。这个海豚都肚子朝上啊！哇，还要顶上面那个球。哦，哇，把气球都顶到观众席上去了，你看，看看这个气球，哇，这么高吗？哈哈哈。表演结束了，太精彩了啊！他全天有好几场表演呢，错过这场可以看下一场。然后我们再去看看别的动物。现在到企鹅馆看企鹅了啊！南极阿德利企鹅这是，哎呀，企鹅还挺多的呀！你看这肚子圆鼓鼓的，它这外面是玻璃的嘛，可以直接就这样看到，吸引好多小朋友来看的啊！这么近距离的观看企鹅。这个企鹅寿命啊只有10到20年，但它们游泳速度很快，每小时能游70公里呢。游泳健将。哦，看这个企鹅还有编号呢。岸上也站着2只企鹅，它们就静静地看着别人游泳。这是一对儿吧？这个是海狮。哎呀，一直在这里和玻璃跟前的小朋友互动呢，你看，哎呀，做出各种动作让人拍照。这海狮挺萌萌的，这几个海狮还挺配合的，一直跟这个小朋友互动，被他们吸引在这里都不游走了。这海狮挺萌的，长得萌萌的。这个是白鲸表演，哇，也是围了一堆人啊，挤得水泄不通。这个白鲸好大呀，人和白鲸互动，哇，好浪漫的感觉。白鲸推着这个人在走啊，还一直在旋转。
这个窗口也围着很多人，他们是看鲨鱼的。哇，看看这么多鲨鱼呢，这跟我印象中那个大鲨鱼不太一样啊，这是小鲨鱼，估计还没有成年呢吧。游过来了，看看鲨鱼的那个嘴，从这下面看看它的嘴巴，哇，这鲨鱼可以吃人的。他说没吃过。看这个鲨鱼上面很多点点，这个是豹纹鲨。真吗？豹纹。那你，小生快看，这里有这一排的这小鱼呢，啊，这五彩斑斓的这鱼还挺好看的啊，五颜六色的。这里拍照也好看。看这俩鱼亲嘴呢，在这儿，我去，你俩干啥呢？这大白天就亲嘴儿，这么多人看着呢啊！哎呀，你看小生老拍人家这鱼亲嘴儿。这个鱼有毒的啊，这只能观赏不能吃。这个鱼把自己搞得这个圆鼓鼓的，它一生气的时候还会更鼓成一个气球一样的，感觉要爆炸了似的啊。现在我们又到了水母馆了，哇，这里面全都是水母啊！大家看这个水母它是透明的啊。就这缸里面打的什么颜色的灯光，它就变成什么颜色了。靠近一点看看，你看全是透明的。还有飘带的下面。啊，反正还挺梦幻的感觉。这里拍照也不错的。看这边的水母真大个呀，这个像一把雨伞似的啊。哇，像流血了似的，这么红呢。太红了吧，这像个大滑翔伞啊，很多触须。最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个球幕电影，这是裸眼3D 啊，就像来到了海底一样啊，遨游海底世界。哇，大家都坐在地上看的啊，这个电影适合躺着看，你看，小生也躺下了。哇，有一个鲨鱼游过来了，身临其境的感觉啊，也是包含在票价里的这个。海洋公园我们就转完了，一共3个多小时。哎呀，又能看3D 电影，还看了这么多海底动物，非常超值。好，就拍到这里了，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天津，天津有很多名人故居啊，今天咱们去逛一下。后面这个张园啊，他住过2个大人物，一个是末代皇帝溥仪，还有孙中山也在这儿住过啊。然后这里解放以后呢，也是天津市委的那个办公地址，很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。咱们先逛张园，一会儿去逛静园啊。走，先到这里看一下。今天就是这个天津，名人故居一日游。来，这个张园挺漂亮的吧？2层的红砖小洋楼啊，门前还有假山，门票是25块钱啊。最早呢，这里是湖北提督那个张彪他的私人园林。张彪以前是张之洞手下的侍卫啊，然后他在这里盖好这个园子以后，孙中山在1924年来住过啊。然后1925年的时候，末代皇帝溥仪也来了，因为溥仪当时被赶出紫禁城了啊，没地方可去。他来了天津以后，被这个张彪就接到这里来住了。张彪是当过湖北提督嘛。溥仪是他以前的主子，他听说溥仪来了以后，特别的热情，把这里重新装修一遍，把溥仪请进来了啊。而且呀，他还每天亲自来打扫庭院，还把溥仪像皇帝一样侍奉啊。溥仪在这里住了好几年呢，进去看看他住的地方吧。这里有一点遗憾啊，就是当时溥仪和孙中山住过的那个地方都被日本人拆了。现在看到的这个2层小洋楼都是日本人后盖的，
看不到溥仪的那些旧址了，一会儿我们到那个晋园去看一看。但是溥仪在张园住的时候啊，遇到2件噩耗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他们家的那个清东陵啊，祖坟被挖了，那个军阀那个孙殿英啊，把他们家的祖坟给炸了。还有第2件事呢，就是人家这个园子的主人不让他在这儿住了，把他撵出去了。因为那个主人张彪去世了，然后张彪的儿子呢跟溥仪收房租了，溥仪不愿意交房租，然后就搬到离这里不远的晋园去了。咱现在到那个晋园去看一看啊，那里有很多溥仪的那些留下的东西，走吧。现在就到晋园了，溥仪从张园出来以后就搬到这里了，他2个呀就距离200多米，特别的近。到这里去看一看。这个园子门票20啊，这里还有溥仪的卡通像。溥仪当时来的时候啊，他是带着皇后婉容还有淑妃，2个女的来的啊。这里的楼呢就是原址原貌了，当时他们住在楼上，进去看看。这个楼的1层是会客大厅，我们先去2楼看他们的卧室吧。上面还有个3楼的阁楼，那个是给侍卫住的啊。溥仪作为一个末代皇帝，身边是有贴身侍卫的。楼梯转过来就在这里面住的呢。正对面是溥仪的办公室啊，这边是婉容的书房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溥仪的卧室了。看看啊，末代皇帝呢就是住在这间房子里。这边是书桌，他的床，这床不怎么大呀，这跟他在北京紫禁城的龙床比起来，这也太寒酸了。你看，我要躺上去肯定腿伸不开的，我这1.85米的大个啊，伸不开，说明溥仪的个子不高啊，应该。这边实木家具啊，这里还有一个电风扇呢。哇，那时候就有电风扇了吗？这里还有一个溥仪的当时的照相啊，你看穿着西式的西装，打着领带，戴着墨镜，还拿着这个棍儿，反正挺绅士的感觉啊。因为他的老师庄士敦就是那个英国人嘛，所以他的一些行为啊都很西方化的。然后这边是他的书房，和卧室是连着的啊。你看他的办公桌前面呢还有那个高尔夫球杆，他也跟这个西方人呀也是打高尔夫球啊，都是受到那个庄士敦的影响。然后看那边摆了很多的字画，还有瓶瓶罐罐，那都是文物古董嘛。溥仪的花费那么高，他的钱哪里来的啊？就是卖这些字画卖的钱呢。因为他从故宫出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的那些稀世珍宝啊，所以能保证他一路上的这些花销。好，再看看旁边是那个皇后婉容的书房还有卧室。婉容从小在天津长大的，婉容也会弹钢琴，这有个钢琴，这上面还有个照相机呢啊。溥仪和婉容都喜欢拍照，他们在天津啊拍了好多照片呢。现在我们也能看到那个溥仪长什么样子啊。这是婉容在这边拍的照片，这边就是婉容的卧室了。后期婉容也不受溥仪的喜欢了嘛，所以婉容也比较郁闷，她就染上了毒瘾了。你看床上呢有那个吸毒的工具啊。据说是因为这个时期婉容和侍卫好上了，而且还生下一个孩子。那溥仪头上顶了顶绿帽，他肯定是非常的生气啊，就把这孩子扔在火炉里烧死了。然后婉容呢特别伤心，就染上毒品了。再看一下文秀的房间，文秀是末代皇妃，她比婉容入宫时间早1天，当时是被封为了淑妃。文秀后期呢也是不受溥仪待见，被冷落了。因为当时溥仪想投靠日本人，文秀就劝他不要投靠日本人，所以被溥仪反感嘛。溥仪就开始冷落他，后期呢居然还离婚了。哇，朋友们，这可是创造一个历史了。
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啊，还没有哪个女人说跟皇帝离婚的呢。文秀后来嫁给一个军官啊，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了，所以文秀的结局比婉容要好啊。这边是清朝的各个皇帝啊，后面写的每个皇帝生了多少个儿子，多少个女孩。从他们刚开始啊，这些皇帝特别能生，就是最鼎盛时期。越到后面就生的孩子越少了，最后这几个皇帝啊，同治啊、光绪啊、溥仪啊就没有孩子了，说明这个帝国越到后期越不行了，连孩子都生不出来了。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，这个康熙生了35个儿子，皇太极生了11个孩子，最开始的努尔哈赤16个孩子，鼎盛时期的那个也能生，越到后期就生不出来了。2楼转完了，咱们再到1楼去转一转。1楼就是办公室和会客厅。看这里挂着一副对联，这第一个字就是静啊，这个园子呢也叫做静园。这可不是代表溥仪想在这里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啊。静的意思呢是静观其变，静待时机的意思啊。因为溥仪被人拉下了皇帝的宝座，赶出了紫禁城，很狼狈的逃到这里。所以他脑子里呢还是想复辟当皇帝的啊。他在这个会客厅经常接见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，就商量复辟的事宜啊，而且也会和各国的这些使馆人员联系。当时他的英国老师是极力劝说他前往英国的，因为英国实行君主立宪，也是保留的皇室的。同时呢，日本人也在拉拢他。那个日本的土肥原贤二啊，还来这里亲自和他座谈。很显然，普京被日本人说动了啊，就投靠了日本人了。这是溥仪的餐厅，大家看这个装饰呀，还是桌椅板凳啊、烛台呀，都是西式的啊，表示溥仪当时的生活开始西化了。这里还有留声机，哇，听着音乐吃着饭啊，溥仪很会享受呢。这个园子转完了，没有多大，1个小时就够了。了解这个溥仪在天津的轨迹啊，溥仪呢一共当了3次皇帝。最开始啊，他还不到3岁就被别人推到皇位上了，然后又被那个袁世凯又赶下皇位了啊。然后在他18岁的时候，张勋复辟，他又当了1次皇帝，然后又被跑到天津来了。第3次呢，他又被日本人扶持的，在那个东北嘛建立了伪满洲国，又当了1次皇帝，一共是3次啊。最后呢，他往东北跑的时候被苏联人逮住了，苏联呢，然后又移交给中国，最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啊，在那边看押的，然后呢又被特赦了，这就是他的一生啊。他一生也是颠沛流离，那个反正挺丰富的这一生啊。来，这里有一个溥仪当时用过的这个喷泉，这个叫做碧泉啊，它那个泉水是从那个墙壁上流出来的。当时解放以后啊，这个园子里面住了45户人家呢。后来溥仪的弟弟来了，发现那个碧泉，才知道这个地方是他们以前住的地方。后来呢，又把这些45户人家又腾退，现在又重新修复过了，又开放了啊。这都是修复过的。来，这边是它的后花园，来看看。这园子里面环境特别好啊，现在修的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参观完已经闭园了，5点半闭园，可以回了。开始了，快看，那个船过来了。哎呀，这个船还挺漂亮的啊，这是天津海河的那个晚上夜游的船啊。远处是那个天津之眼啊，天津的地标摩天轮。从这里看感觉挺小的吧，其实你走到跟前，那个摩天轮有30多层楼那么高呢。哎呀，这个海河的夜景挺美的啊。来，往这边走一走吧，在这里溜达溜达。哎，又有一个船过来了，快来，快过来，给我拍拍这个船。哇，看这个夜景啊，真是美轮美奂呐。
每次经过桥的时候，这个船都要鸣笛。这个船好像是100块钱吧，晚上。那个摩天轮也是100块钱啊，晚上可以去坐的，看看两岸的景色。然后快看这边，这里有好多狮子的啊！这个是天津的那个狮子林大桥，这个桥上面据说有1000多个狮子呢。北京不有一个卢沟桥吗？那个卢沟桥有400多个狮子吧？那天津这个比北京那个这个狮子还要多啊！具体多少也没有人数过。那里还有一个教堂，也算是这边的地标啊。晚上打了灯以后还挺好看的。然后对面还有一个天津最火的一个网红景点，那个拜拜跳水。走，你看这里桥上特别多的人啊。他们都在看跳水呢，这个是天津一个最火的网红景点，6A 级的，叫做拜拜跳水，咱们也都过去看一下。人超多的啊，这个桥边都挤不过去的，越往这边走越挤。现在都晚上有没有8点了？7、8点了吧，还这么多人。你知道白天时候人更多，这条街上都走不动。就在我们从北辰过来的，就在这里跳的。来，快来看看那个下面有多少人。这下面的人更多啊！你看那个边上，还有这个两岸，全都是人呐。这边这么多人，哇，要跳了！这个深水炸弹，哇，大家都在拍呢。我来了！好，我叫小梅子。哦，小美女，好，我不是大爷，我是拜拜。牛逼，拜拜！我叫小梅子。牛逼！我不是大爷，是拜拜，牛逼！跳水有危险，一定不要模仿。好嘞，注意安全。好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，谢谢拜拜。那个拜拜咋跟你说的呀？拜拜了，拜拜了，没跟你握手啊？拜拜，爱你们，爱你们！啊，要跳了。看完拜拜跳水，我们顺着海河边往这边走个500-600米的距离啊，有2个楼需要看一下。一个是这个红色的别墅，这是冯国璋的别墅啊，在他旁边，那个是袁世凯的别墅，他俩一左一右啊，一个姓冯，一个姓袁，所以叫做左右冯袁。冯国璋就是冯巩的太爷爷啊。这个别墅挺漂亮的吧，1000多间房间呢。再看袁世凯这个房间修得更美啊。这是唯一的一个德式风格的别墅，这下面有好多人在这里跳广场舞的，晚上特别热闹。这里拍照打卡也很漂亮啊，也可以买票进去参观的，50块钱。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在外面拍拍照就可以了，因为袁世凯也没有住过这个楼，袁世凯死了2年啊，这个楼才盖好。这个别墅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期间盖的啊，当时他就发达了嘛，在天津盖了很多的别墅，这是其中之一。袁世凯后来是民国的大总统嘛，冯国璋呢是副总统，他俩一正一副啊，民国的1把手和2把手。他们的房子盖得这么近啊，说明当时的关系还是挺好的。袁世凯死了以后啊，这个权力本来有可能会落到冯国璋的手里，但是被段祺瑞夺走了啊。段祺瑞就是接了袁世凯的班了。哎呀，这个地方的夜景是真美啊！这个游轮一艘接一艘过去。那南风吹来。
今天去天津的张学良故居转一下，这个地方人气很火的啊，热门景点就在我身后这个小洋楼。售票处门票80块钱，3层小洋楼，一进来就是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雕像啊，后面还有喷泉。这个楼建于1921年。然后张学良呢是1924年到1931年在这儿住的啊，住了7年的时间。当时因为他经常来天津嘛，所以就在这里买了个这个别墅。到里面去看一看，这是他们家的客厅，全都是西式装修啊。其中有一个镇馆之宝，就是这个钢琴。这是赵一荻当时喜欢弹琴啊，这个钢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这个白色的琴键全都是象牙做的啊，象牙的非常贵啊。现在100年历史已经不能弹了啊。2010年的时候，著名钢琴家郎朗来过这里啊，弹了这个琴。然后这边是梅兰芳舞台。张学良和梅兰芳啊是在北京认识的，之后就请梅兰芳啊经常来这里吃饭呀、喝酒呀。有一次梅兰芳先生就喝高兴了啊，在这个舞台上就现场登台献艺。俩人都是民国4大美男子之一啊，平时都认识，经常交流啊。然后这里放的麻将桌，平时在这里打麻将、听听戏，哎，这小日子过得太好了啊！而且人家这个麻将也不一般的啊，它这个背面是竹子做的，麻将的正面是牛骨做的啊。然后他们家这个椅子也是不一样的啊，你看，这个后背啊是可以抽起来的。冬天天气冷啊，就当这边靠背；夏天天热的时候，就把这边换过去。这边是光板嘛，光板做的就凉快啊。而且这个下面的这个也可以换的啊，靠背和这个坐垫都可以翻面的，有玄机的啊。这是中式餐厅，装修风格都是中国风。张学良宴请这些达官贵人的地方啊。最有意思的就是张学良用的这个筷子，你看一白一黑，这啥意思呢？寓意着他们家黑白通吃啊。我们知道张学良他爸张作霖就是土匪出身的嘛，后来慢慢壮大了，就成了正规军了啊，就是黑白通吃。这个里面是西式餐厅，他们家有2个餐厅嘛，一个装修风格是中式的，另一个就是这个西式风格的。因为这个张学良经常会会见国内国外很多客人嘛，来的不同的人他就带到不同的餐厅吃饭啊。这上面是他爸写的天理人心，就是说做事要有良心之类的嘛。这个是张学良的照片啊，张学良很帅的啊，那个民国4大美男子之一。其他3个美男子啊是周总理、梅兰芳，还有那个汪精卫啊。餐厅里面有一个宝贝一定要看一下，在这里放的呢叫做虎威军刀，看里面是刀，外面是刀鞘。这是他100周岁的时候啊，过生日的时候吕正操将军送给他的宝刀。张学良是活了101岁嘛，1901年到2001年，也被誉为世纪老人啊。这把刀上当时是镶嵌了100颗宝石呢，现在也看不到宝石了啊。宝石被人拿走了吗？据说张学良是周杰伦的歌迷，你们信吗？张学良2001年去世的嘛，周杰伦是2000年开始火的，这个时间也能对上啊。张学良去世之前就听周杰伦的歌呢。1楼转完了，现在去2楼看一看，他们家的这个栏杆呀、楼梯呀，还是窗户呀，这木材呀，都是从菲律宾进口的，很珍贵呀。楼梯转弯处啊，还有一个电话呢。以前这里是有一个人守着的啊，如果你要上来的话，
守卫就会给张学良打电话，喂，谁要上去找你玩，可不可以让他上去？经过同意才能上楼呢。2楼是生活区，这个是他俩的卧室啊，墙上还挂着他们的合影。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期间啊，一直都是这个赵四小姐陪在他身边。这个是他们睡过的床，可以看到床比较小啊，不是东北人身材都比较高大嘛，其实他们的身材都很小啊。张学良也是一个小个子。你看这是干啥的呢？这相当于现在的电热毯啊。当时这边比较冷嘛，就可以把木炭放进去啊，然后暖被窝用的，有意思啊。墙上挂的呢就是赵四小姐16岁时候拍的照片，也是挺美的啊。他俩确实是郎才女貌呀。他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据说是在一场舞会上面，当时张学良周围啊围了很多的美女，就跟现在王思聪似的啊，是焦点，很多美女都给他抛媚眼，但是他都看不上。这时候他发现角落里坐着的那个赵一荻，引起他的好奇了，他就想走过去看一看嘛。结果走到人家跟前了，人家美女也不拿正眼瞧他，在那看报纸呢。这时候张学良呢一把他的报纸抢过来，一看上面呢，报纸上是他的新闻啊，这样俩人就认识了。说明赵一荻还是有点心计的啊，用这种方法引起他的注意。这个房间是赵四小姐的接待室啊，因为她有一些闺蜜啊、好朋友啊，就会请到这个房间里来。你看这里的椅子也是很有特色的啊，都是这种成双成对的，而且是鸳鸯啊，寓意着他和张学良两个人非常相爱的意思。这个是张学良的书房，他这个书房的特点啊，就是后面有很多的这个窗户，椭圆形的啊。我们看像不像现在那个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呀？你看川普呀、拜登啊，他们坐的那个办公桌后面也是这样子的，非常的像啊，感觉就像总统在这里办公似的。而且他这个办公桌呀，下面是像麻花一样的，天津特色嘛，就是大麻花。这边是开会的议事厅，这个房间的装修就比较庄严和庄重了啊。它这里的椅子啊就比较有特色，你看靠背非常高，一个人坐在那里啊，完全就把他的头都挡住了。这么设计啊，就是怕有人暗杀他们的，万一一个杀手过来，你看在这后面你是看不到那边坐的是谁的啊。出于安全考虑这么设计的啊。桌子上有2个龙，中间是珠子，2龙戏珠的意思。然后它这个房顶呀，还雕了很多很多的凤凰，上面有凤凰，下面有龙。而且张学良的原配夫人叫于凤至，你看他这个名字就是凤凰来了的意思，老婆是凤凰，那寓意着他就是真龙天子了，就是这么个意思啊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冰箱呢，这是不插电的冰箱啊，设计的非常好。你看这上面呢是放冰块的，然后下面这一层是放水果的。它这个冰块这个冷气会往下沉嘛，所以就可以保鲜，保持水果啊、蔬菜呀不会腐烂啊。哇，设计非常好。大家知道这冰箱里放的冰块是哪来的吗？冬天的时候海河结冰，把那个冰凿回来，用棉被包着，放在地窖里，夏天的时候拿出来用，这么来的啊。这边是他家的大阳台，哇，站在阳台上可以看风景。这外面啊车水马龙的，而且旁边就是天津著名的瓷房子，那边呢就是张爱玲故居，他们都挨着很近的，可以一起游览一下。现在去3楼看一看，3楼一整层啊全都是舞厅。哇，看这个装修，这个灯光，一下子感觉来到了上海滩一样啊。前面是唱歌的，这边是跳舞的舞池，边上是那个包厢。哇，找那个上海滩的感觉。这时候那个《夜上海》那首歌可以起了啊。上海滩名媛附体，
给大家来一首《夜上海》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。现在到天津的古文化街去逛一逛啊。这个地方是5A级景区呢，就在市中心啊。但我感觉怎么是一个步行街呢？都是各种商店啊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牌坊，写着“孤上艺苑”。孤上就是天津的别称，艺苑呢就是文化发祥地的意思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天津文化的发祥地。想了解天津文化、天津小吃的，来这里就对了啊。但我感觉跟北京的那个前门大石栏差不多啊，是这种古色古香的街道。进去逛一下吧。这个门口有个排队的这个店是耳朵眼炸糕，这是天津三绝啊。三绝呢还有那个狗不理包子，天津大麻花。我看看这个耳朵眼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图片才是炸糕呢啊，有好多种馅料呢。香芋味的，这不就跟我们太原的炸糕一样吗？各种馅儿嘛。这两个给我干饱了，现在吃不了别的了。买2个炸糕，边走边吃边逛啊。这红豆馅的，哇，走到泥人张了，到这里转一转吧。都是天津老字号啊，这条街上。哎呀，这里还有那个打快板的呢。对面就是18街麻花，哎，前面还有杨柳青那个年画呢，哇，全都是天津的这个代表作呀。先到泥人张里面转一转，这全都是用泥巴捏成的这些人嘛。哎呀，果然是啊，真的特别多这些塑像。贵不贵呢？这是12生肖，80一个。这也是12生肖。哇哦，终于看见天津狗不理包子店了啊！这个本地人都不吃啊，都是卖给外地人的。这是另一家狗不理包子店，看看包子的价格，8块钱一个啊！哇，确实是有点贵呀。外地人来的话，尝一尝就行了。然后这个是杨柳青年画，那个大头娃娃抱个金鱼。很多人见过吧？二嫂子煎饼果子，煎读4声，果读2声，立马就有天津味了啊！煎饼果子，像不像啊？要吃个闹，煎饼果子来一套。煎饼我们都吃过，那果子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里头夹的薄脆啊，也有夹油条的。我在北京时候天天吃这个煎饼果子，早上吃一个特别抗饿。再到那边转一转吧。前面走到天后宫了，这是整个文化街里面最核心的建筑啊，一定要进去看一下，很有历史的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先有天后宫，后有天津城。看到它的地位了吧？天后呢，就是那个妈祖啊，这里面供奉的是妈祖。中国有3个比较大的妈祖庙啊，一个呢是在福建莆田，另一个在台湾，还有就是天津的这里了。你看这里还有台湾同胞专门的一个接待站，那边是海峡两岸交流的啊。3大这个妈祖庙，门票买好了。说一下这个天后妈祖的情况啊，她其实是福建莆田人，是一个女的啊。因为她经常驾船出海，帮助在海上遇到难的这些渔民，所以时间长了，大家都供奉她，祈求她就是让自己出海的时候啊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的。一般是沿海地区的渔民会供奉这个妈祖啊，那天津这里为什么也会建一个妈祖庙呢？
因为天津最早也是港口城市嘛，那个从海上下来的货物先放在这里，然后再运到北京啊其他地方。这里是个中转的啊，然后渔民在这里聚集，就建了这个妈祖庙啊。这里面供奉的就是妈祖了。这个庙是元朝时候就建好了，到现在700多年历史了。天津是明朝永乐年间建的城啊，才600多年，所以这个庙的历史比天津城市还要早啊。所以有那个先有天后宫，后有天津城的说法啊，非常正确。现在这条街之所以评为5A级景区啊，也很大原因跟这个天后宫有关系吧。历史悠久嘛，又是文化景点。想来这儿参观的人得早一点来啊，因为他下午4点半就关门了。转完了，从北边走到南边半个小时啊。这边写着金门故里，提起金门我就想起那个霍元甲了啊，阔。到前面这个教堂去转一下，这也是来天津必看的景点啊。这是天津最大的这个天主教堂，西开教堂，盖的还是挺漂亮的啊。进去了解一下这个天主教的一些文化知识。你看它这个点啊是绿色的啊，其实呢，它这是铜做的啊，应该是黄澄澄的颜色，但是时间久了以后，那个铜生锈了嘛，就变成绿色的了。这是知识点啊，铜生锈了以后是绿色的。免费的啊，进去看一下吧。这人还是挺多的。我也没有宗教信仰啊，纯粹是进去拍照打卡的。这个教堂是1916年建好的啊，距今100年了，由法国传教士建的。大门没有开啊，然后从这个侧门就可以进去了，免费的啊，谁都可以进来的。哇，里面真的好大呀！哇，非常空旷啊，挑高非常高，很神秘的感觉呀。宗教仪式很满呐，你看那个窗户还是彩色的窗花，如果有光线从那里照进来的话，就会比较神秘啊，显得。然后还有这个水晶吊灯之类的，这里放着好几排的做礼拜的这个椅子，这里面的空间感特别大呀，随便走走啊，可以走到前面去的。这个两边的墙上啊，有这些雕像，这都是耶稣的12个门徒啊，一边6个，那边也有啊。看这一排一排的座位，每周固定时间他会做礼拜的。这教堂里面游客也很多的，但是大家呢就自觉的把声音调小了，不像在外面说话那么大声，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大声说话了。这墙上挂着一个世界名画达芬奇的《最后的晚餐》，耶稣和他的12门徒吃饭啊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。”你们知道是谁出卖的吗？教堂里面有很多这种小房子，大家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？这是给教徒赎罪用的。神父会坐在中间的隔断里面，然后这两边呢会有教徒在这里向他倾诉，就说我最近做了什么错事，心里很不安要忏悔，然后神父就会给他开导就是这个作用啊。参观完教堂，我有一个疑问和大家探讨一下。你看这个外国人来了中国以后，他们就盖教堂、盖清真寺、盖寺院，这算是一种文化输出吧。那么中国人去了外国盖什么呢？我们的文化符号是什么呀？你看我们在国外最多的就是唐人街，是不是那个牌坊？关帝庙，这算是我们的文化输出吗？我先到车站了，要坐车去承德玩2天，因为我的车还没有修好呢，还在4S店放着呢，还需要4-5天的时间吧。这段时间呢，正好坐车去承德玩一下，到时候再回来取车啊。
而且天津那个海洋博物馆也没有去呢，下次一起去吧。那个博物馆要提前3、4天预约呢，这次没有约上。闪现到承德了，天黑了，在承德市区找个地方住。这个房间120块钱，还不错吧？比天津住宿便宜多了啊！好，明天就去避暑山庄玩，明天见，拜拜。